司机，打开收音机。台接消息之后是本地新闻：一起枪击案件于今天清晨在旧城区发生，警方怀疑与较早前一个车祸案件有关。据悉，死者是一名姓马的18岁青年。有目击者称，几名歹徒驾驶一辆香槟色轿车停在马某家门前，随后2名蒙面歹徒对着马某连开数枪，导致其死亡。在全力追查。谁叫你这么干的？昨天半夜我们收到高密电话，这次提供了姓名和地点。你确定不是那只疯狗齐长荣借刀杀人来灭口？死的是他们旧城帮的人，我为了我哥，也帮铁头报了仇，我不亏的。谁干的？我哥的仇，我一定要亲自动手。警察肯定会找你，找就找了，我全都处理好了，我怕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？你杀了这个臭小子，你以为自己很厉害？换了是你哥，他把整个旧城帮都铲平，寸草不留。但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哥可以健健康康的从医院走出来。你最重要的是保住他的命啊！明白了吗？回答我！明白。我要回去撒尿！秦玉呀，快点进来吧。好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根本就不该让他出去的。哎，我教过你的，套取情报就是要出其不意才行啊，都是策略。那符合流程也没有违规，对吧？再说了，就算不是这样，那个马山宝早晚也会自己保释出去的。要杀他的人，一样可以杀掉他。但问题是，没人知道他被保释了，第一天就……是不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人窃听，都会泄露出去？OK， 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你说归说，别碰我桌上的任何东西。OK。我从来没觉得内鬼离我这么近呢，我每走一步，他都抢在我的前面。你害怕？啊？你害怕了？我刚才看到齐成荣、韩奎龙在他的地盘上明目张胆的杀人，他肯定会还击。我现在就派人，24小时盯着他。他醒了吗？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他只告诉我你要带他出国，其他的我要听你说。那我先接他回去，有什么以后再说。你先别上去，先说清楚，为什么昨天晚上叮嘱我不要让维维出去？因为他昨晚的情绪有点不太稳定，我们吵了2句。维维他还小嘛，你干嘛突然要带他走呢？我有我的理由。
那你说清楚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昨天我去银行给维维存点零花钱，我查了一下余额，哇，吓我一跳！哦，原来你把里面的钱都拿走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可不可以喝点水啊？谢谢。说吧。最近，我发现一薇在谈师成恋，对方是学校篮球队的女教练，大了几岁。居然有这种事！他们之前在学校喝酒，惊动了校方。我以家长的身份出席了他们的聆讯会议。跟一个女教练啊！可能我老婆去世之后，她太想念妈妈，想找一个人倾诉一下，抒发一下。其实，我也想带一薇去加拿大读一个学期，所以我把钱都拿出来了。你真的肯陪他去啊？你辞掉工作，连法官都不做了？我会。如果你以前会这样想，我的女儿又怎么会自杀呢？这件事你还欠我一个答案。我哪有答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只知道我老婆去世之后，我更要对一薇好一点。啊，你说这是个什么教练呢？真是枉为人师，罔顾道德！我要去学校去投诉他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处理了。你的处理就是让维维离开他熟悉的环境、熟悉的朋友。OK， 走不走，我们再慢慢商量。你好好的跟他商量，不要再刺激他了。好，我会的。回去吧。去哪里啊？回家。走吧。爸爸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回家再说。好的。我明白。放心，我会帮你转达的。好，拜拜。请问，我还要等多久才能见到唐督察 ？Madam 还在忙，需要帮你约个时间吗？不用了，我会继续等他。回到家了，那现在能告诉我了吗？你有没有听说过警戒供词？当你不只是证人，还是疑犯，被警方警戒过之后，你所说的话，就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。我就是怕我说错话，被他们发现。那他们发现了吗？早上我才确认，他们没有发现什么。昨天晚上是我太紧张了，乱了阵脚。我怕我被捕之后，就剩你一个人，最后连你都被抓了。
我害怕的不敢再想下去，于是我想跑路，但是现在没事了。你确定？嗯，我确定。Sorry。谢法官，阿宝什么都不会说，你放心，没事了。爸爸，我们下午叫外卖好不好？好啊，你叫吧。唐督察，您先做事。什么事啊，周律师？马山宝在你们警方的保护之下被枪杀，警队里分明有内鬼。我强烈要求警方立刻对马山宝的死做出交代。案子在调查中。你明知道他不是真凶，他有不在场证据，他是被人推出来当了替死鬼。警察抓人是要讲证据的，黑帮杀人呢，宁杀错不放过。徐雄被人泼热油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马山宝被保释出去，就一定会有危险，一定会卷入黑帮的仇杀。为什么你一定要保释他出去？因为我以为你们可以保护得了他。除了我和检控官知道他会回家之外，还有你呀。当你大张旗鼓开车去旧城区时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提供情报，交换保送出国，是真的有情报跟我交换呢，还是跟我玩法律手段？这些高手才会玩的法律手段，不像你这位新人能想得出来的。到底是谁教你的？阿威，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孩子们都睡了，别吵醒他们。我不管你还是不是警察，我不管你赚的有没有以前多。结婚的时候我发过誓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只要一家人健健康康就行了。但是你呢？你发过的誓，你忘了是吗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会搞成这样。昨天我们要是出什么事，孩子们怎么办啊？我没想到会这样啊！从阿宝来家里那天晚上到他被人抓走，2个星期了，整整2个星期。如果你有想过，那就说明你根本不管我们全家人的死活。阿伟，我要离开这里，我要离开你。为什么？我要把孩子带走，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阿宝葬礼结束后，我会带孩子们走，去我爸妈家。莎莎，是秦法官吧？你接，你问他知不知道我们家被他弄得支离破碎。莎莎，你别这样。就因为他帮过你，你就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个家，为他卖命。喂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现在才听到你的留言。你不是说没事了吗？怎么会搞成这样啊？你问我，我去问谁啊？对不起，搞成这样。道歉有用吗？阿宝会活过来吗？
这样吧，如果敖宝家人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跟我说，看我能不能帮忙。哪敢劳烦你了？我害怕再闹出人命，你别再打给我了。师傅，啊，怎么了？我害死了马山宝，是不是？我不应该听你的建议，我不应该保释他出去，这样他就不会死了。你忘了我跟你说过，你是律师，你不是保镖。他只有18岁，如果那是你的儿子，你还会不会这么说？律师要跟当事人保持距离，才能发挥他的专业。现在人死了，就是这个案子也结束了。没有结束。马山宝他不只是我的当事人，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我要还他一个清白。走了，来上车。小娟啊，你要听妈妈的话，好好照顾妹妹，知道吗？乖。小娟，走吧。开车。今天发生的枪击事件，可能是2个不同势力的帮派另一场的斗争。据委任议员黄潇声称，旧城帮与韩氏黑帮家族之间的暴力斗争，在2个星期前一个肇事逃逸案发生后逐渐激烈。根据警方发放的消息，枪击受害者是来自旧城区18岁的青年男子马山宝，而这个枪击事件是不是我们害死他的？你没听到吗？黑帮仇杀发生的意外吗？意外，没人能阻止得了。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要再讨论了，好吗？同时建议警方在调查期间需要做多方面设法。本次枪击案的受害人是18岁青年男子马山宝，他来自旧城区的一个单亲家庭，其父亲也是旧城帮的人，多年前也是死于一场悲惨谋杀。目前警方尚未搜寻到凶手。今晚陪你吃吧。这个星期我吃素。吃什么都无所谓的。英姐，加双碗筷。哦，好。李少，按照龙爷之前的规矩，会点追思蜡烛，为死难者祈祷。这样安排没问题吧？
难怪你特意回来陪我吃饭了。我知道每年这个月，你都会为你去世的亲人吃素。我爸今年陪不了你，那就我陪你吧。做其他事情，他也未必满意啊。好啊，吃饭吧。爸爸妈妈，弟弟，我来看你们了。我很好，不用担心。一眨眼就20年了。当年那场火带走了104个人，烧伤了200人。活下来的那些人，都有了自己新的生活。很多人都忘了自己亲人死的有多冤枉。我一家5口就剩我一个，我怎么会忘记？虽然放火的凶手已经死了，但是很多人因为这而改变了一生。你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火灾之后你会和韩奎龙走在一起啊。当时只有他肯照顾我。你也挺好的，当了警察。还没找到刘茂啊？他女朋友死了之后，所有联系都断了。从小一起长大，唉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最近家里比较忙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林姐，韩刚那件事之后呢，现在外面应该会比较乱，你自己进出要小心一点。我只是龙哥身边的一个小女人而已，我帮他打理韩家，照顾他2个儿子，有空帮你们传传话，其他事我不过问的。总之你自己小心一点吧。知道了。石三儿，哇，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。之前我说过感同身受，但这次这是切肤之痛。怎么，马山宝的案子吗？整天说人在做天在看，老天爷真的在看吗？你那边是几百条人命沉冤未雪，我这边刚刚又死了一个无辜的人。先别说我这边了，我们当警察的肯定都遇到过救不了的人和破不了的案呢。道理我懂，但心里真的很不舒服。我明白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你也是普通人，不管经历多少次，还是会难受。幸好你还有我陪着你，对吧？今天好像是我陪你才对啊。哎呀，随便吧，总之我们2个人在一起就行了。那今天还去那里吗？当然要去。那你是时候要放手了。为什么？这里没有人啊。再不放手，到那里都要天黑了。你开你的车，我开我的车。一会儿见。林倩一家4口，我一家3口，全部都在下面。表面的繁华真的可以掩盖住背后那些肮脏的事吗？你和林浅都是因为这场火灾变成孤儿的，你需要他帮你找到这场火灾的有关线索，但又不想告诉他你真正在调查什么。林浅终究是韩奎龙的女人，身份本来就很敏感。查案呢，向来都是我们警察的事，没必要把她牵扯进来。说起查案，你知道我上司胡 Sir 对你很有意见吧？啊？他不是对我有意见，他是对我的上司达伽马有意见。哇，毕竟他们是同期进警队的。现在我的头达伽马是总警司，而你的胡 Sir 还是个总督察呀。胡 Sir 呢，确实是看不惯达 Sir 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去清理黑警。
他不是没有，他是不敢。喂，背后牵扯的利益关系多复杂呀！很少见你替他说好话的。哎呀，我不是在替他说好话，我是想跟你说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当警察不可以这么天真。但是如果连自己身边的同事都不能相信的话，那当警察岂不是很悲哀？不用悲哀，你永远都可以相信我呀。来，坐。没办法，今年陪不了你。罗强已经按照你的意思点了追思蜡烛，心意到了就好了。等小刚好起来，就可以替我照顾你。小烈也很好，他昨天晚上还特意来陪我吃素呢。小烈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聪明，不顾全大局。如果是换了小刚，我就不用这么担心了。怎么样，小刚他有什么进展？医生说他很稳定，不过有没有进展就要看他自己的意志。韩奎龙的儿子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。我有认识的朋友，帮你要个很好的折扣。几折？5折我都嫌贵。还好吧，真的很好看啊。我去忙了啊。什么事？我哥的点滴好像快滴完了。这么快？应该还有半个小时才滴完。那你半个小时后过来吧。好啊。Sorry 啊。没事。我哥现在这样，会不会痛啊？你放心吧，有弟弟的关心，当哥哥的这点痛扛得住。谢谢啊。这位同学，请问你们的于教练在吗？啊，那位穿粉色短袖的就是。好，谢谢你。
于教练是吗？是。我叫沈宁，我是秦一维的外婆。请问有什么事呢？我听说了关于你和维维的事，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？哈？你是听谁说的？于教练，维维，他才19岁。教练虽然很年轻，但你是他的老师，老师和学生谈恋爱，这种行为似乎非常不恰当。先等一等，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。维维的爸爸说你跟他在学校喝酒，被教委会警告了。是他说的？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他要这么说？你的意思？秦一维有跟我说过，他妈妈是自杀去世的。我看到他很痛苦，很多事都想不开，所以我就去关心他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，导致他把对他妈妈的依恋投射到我身上。其实我们大人都知道这种行为是因为觉得孤独，他想找一个倾诉的对象，而我正好是一个可以聆听他的人，这样也有错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说话比较直接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了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一件事。这条项链是秦一维给我的，我已经拒绝了，但他坚持要送给我。我和秦一维从来都没有谈恋爱，就算是法官，也不应该无缘无故的随便的指控我。旧城帮和韩氏黑帮家族之间的暴力斗争在2个星期之前开始逐渐激烈。有消息透露，在案件中，韩刚重伤昏迷，有人认定这是一场暗杀行动。本台采访了关守委任议员黄潇，请他对好港近日发生的案件发表他的意见。我在此呼吁各方都要冷静，同时建议警方在调查期间需要做多方面设法。本次枪击案的受害人是18岁青年男子马山宝，他来自旧城区的一个单亲家庭，其父亲也是旧城帮的人。多年前也是死于一场黑帮仇杀。目前警方尚未搜寻到凶手，不排除会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。到目前为止，仍没有相关人士被捕。警方一再声称有证据起诉马山宝肇事逃逸罪，请问是什么证据？警方是不会随便对外公开我们的档案的。马山宝有不在场证据，你们根本拿不出什么证据。你是辩方律师，你觉得我们会随便把我们的底牌打开给你看吗？如果是呈堂证据的话，你不能隐瞒，你一定要公开。如果到时候真的要开庭审讯的话，那就会按照程序公开喽。你知道的，就是因为你们警方拿不出什么证据，才让马山宝成了替死鬼，所以警方一定要给我解释清楚。周律师，你冷静一点。现在说的是一条人命啊！你这样不是冷静，是冷血啊！我们已经动用了最大的警力去追查杀马山宝的凶手，你先冷静一点。Madam， 沈法官来了，他说要见你。送他出去。Yes, Madam。周律师，你每天过来吵也没用，要不你去投诉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。
沈法官，你还认得我？我警校刚毕业的时候，有几个案子都是沈法官你审的。沈法官找我有事。前2个星期，我的车被人偷了，我女婿报了案。秦玉，我相信你也认识他，你曾经因为救他而受过伤。我是警察，那是我职责所在。但那辆车几个小时之后就找回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沈法官，案子还在调查，我不方便透露任何案情。你不说，那些消息都已经铺天盖地了。沈法官，你这是要我违规啊！这条红线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曾经是一个法官，我知道有些同事，甚至是有些法官，接到过恐吓信，甚至是人身的威胁。像秦玉这么铁面无私的，当然不会没有。说不定在我们现在聊天的时候，他已经遭到了威胁。我们家发生过一个悲剧，我相信你应该也知道我的女儿。沈法官，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太了解其中的原因。我也不知道。我的女儿是一个药剂师，她不会误服药物，而且她身体健康，老公和儿子都这么疼她，她不会自寻短见的。她连遗书都没留下，真的什么理由都没有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秦玉是我的实习生，所以他们就这么认识了。兰兰跟他结婚的时候，刚好过了20岁生日，而秦玉已经30岁。我一直都不太认同，但是直到维维出生，我知道这是我的女儿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。沈法官，秦玉有没有受到威胁，有没有受到恐吓，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呢？沈法官，你刚才自己也说过，他是一个法官，这些事情经常都会发生。那你是一个警察嘛，你应该要调查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调查？你认不认识我的维维？上个星期见过，在偷车之后。沈法官，这里不是法庭。如果在法庭，我可以命令你回答我。不过现在我是请求你，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法官，我只是一个失去女儿的妈妈，一个想帮自己外孙的外婆。你就帮帮我吧。师傅，洛文。哦，进来。警方在车祸现场找到一个哮喘用的喷雾剂。喷雾剂上的 DNA 和其他发现吻合。什么吻合？我不知道，上面没有写。不过重要的是，喷雾剂和其他发现都和马山宝的 DNA 不吻合。这个车祸与马山宝无关。这件事唐轩一早就知道，张简也是，但是他们什么都不说。这份机密档案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我注意到这份文件原来在唐轩那里，后来在张简那里，所以我觉得这份文件肯定跟马山宝有关。之后我趁警察出去打电话的时候，
偷偷用相机拍下来了。为什么好像你一点都不感到意外？哦，不是，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目前警方尚未搜寻到凶手，不排除会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。本次枪击案的受害人是18岁的青年男子马山宝，他来自旧城区的一个单亲家庭，其父亲也是旧城帮的人，多年前也是死于一场黑帮仇杀。目前警方尚未搜寻到凶手，不排除会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，但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相关人士被捕。是我害死他的。首先，污点证人是马山宝要求的。你们谈的条件是，他提供情报，而控方也同意了，把他保送出国。但现在马山宝死了，而且在你要求居家拘留期间被杀，这方面，警方可以说一点责任都没有。难道真的是我的错？No， 你已经为你当事人争取了最有利的条件。不过有时候是要讲运气的，时机不对的话，你怎么做都不对，不是你的错，啊？刚少目前最主要是这块血压迫到了他的神经，导致他现在听觉和语言都有问题。不过我们院方会尽最大努力，尽快帮助他康复。这里是医院，你们怎么能在这里抽烟？要抽出去抽。好，出去抽，出去抽。不好意思啊，自觉一点嘛，吸烟危害健康。
什么事了吗？啊！喂，小刚，小刚，小刚，怎么了？小刚他醒了。为何是一，就如烈火烧光每个空灯。我无余力去追问，心裂痕在心，没随热火吹身去，不知火烧翻过如一，埋没对错更不忍。心难被煙熏，隨鬥陣光與暗，察覺相近，遮蓋自悲傷，被良善責問，是誰斷情不於正義，而遺憾得仿似自問自答參不透眼，望着平靜人言，但我是理智，退到腳邊失完正注視。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怒殺不住，落入命理空更詫異。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指，淡忘內心在淌血，只得參不透視，望着平靜，但我是理智。退到腳邊失戀正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怒殺不住，落入命理空更詫異。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指，盼望內心在淌血。